小叔，只要你不赶我们娘俩走，我什么都依你。我没死，竟然穿越了。原主这个畜生，居然为了苟活，要卖亲嫂嫂和尊女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想法，时常偷看我。只要你不赶我们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嫂子，你肯定是眼花了。我陈世安乃是正人君子，平日里见到漂亮的女子我都脸红，如何会行那不雅之事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赶你们走？我是看你因为大哥的死太过伤心，就想让你和甜甜出走走，放松一下心情。母亲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他就是一个骗子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年年骗我的牙泪钱，从没见他还过。甜甜，咱俩可是血脉相连的亲叔侄，借就是借，说骗多伤感情啊！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双倍还给你。又是双倍还，这句话你前前后后说了8年，何时兑现过？花银子你倒是在行，赚银子你会吗？这回一定兑现，最迟不超过这个月。要我信你，除非老母猪上树。小叔，你身边总要有个女人照顾的，洗衣做饭我都能做，我绝对不会成为你的累赘。嫂嫂，别这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哥虽已不在，但你们依旧是陈家的人。我现在有事得出去一趟。小叔，你真不赶我们出陈家了？你莫要再沾染赌事了，你大哥已经不在，若是再欠下银钱，可真没法还了。嫂嫂，我不是去赌，我出去办点事，很快回来。母亲，狗永远改不了吃屎，他肯定是又去赌钱了。等他输光了，我们迟早要被赶出去喂妖兽，不如我们现在自己走吧。原主这个混蛋，不仅答应把嫂子和侄女卖给买主，居然还把那3两银子的定金全败光了。今天必须先把这事摆平。陈世安，这个人来干什么？苏清柔呢？嘿嘿，赵哥，息怒息怒，还得麻烦您再等上几天。我现在这细胳膊细腿，根本打不过他，却闪过一抹如狼般冷静且嗜血的拖延时间。还要等？你已经收了老子的定金，现在又让我等，你是把我当猴耍吗？你小子该不会是舍不得苏清柔那小娘们儿，想留着自己吧？赵哥说笑了，我大哥尸骨未寒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等混账行径？只是我大哥刚过头七，家里零钱总得有个女人点香烧纸，不然实在说不过去啊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是要把七做完才肯交人？哪能啊，过了27就行。赵哥，您只要再等4天，就4天。为了补偿您原本说好的10两银子，我只要9两，那1两就当小弟给您赔罪了。哼，好，看在往日交情上，老子就再给你4天时间。4天之后，若是不交人，别怪我赵某翻脸无情，把你剁了喂狗。大哥半年前受的那致命伤，绝不是意外。大哥一死，赵德胜就成了最大受益者，这笔账我迟早要算。但现在最紧迫的是弄到银子。小叔，事情办完了吗？办完了。母亲，他肯定是在赌坊借不到赌本，灰溜溜的回来了。甜甜，不要瞎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小叔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了？哪里不一样？就在刚刚，我们差点就被他赶出陈家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这是什么？吾归故土，拔刀成神，拔刀30万次，武者入品。入品武者，在这人如草芥的荒墟，只要成为入品武者，眼前的所有死去就能迎刃而解。嫂嫂，刀呢？大哥的刀在哪里？小叔，这是怎么了？有被人欺负了吗？你千万不要冲动，如今你大哥不在了，若是再闯下祸事，可没人再给你出头啊。嫂嫂安心，我不是要和人拼命，我是准备从今天起开始习刀修炼。你要修炼？拔刀1次，拔刀2次。小叔，
修炼刀法，光拔刀可没用，得去练习劈砍、撩刺啊。嫂嫂此言差矣，拔刀比什么都重要。对敌之时，只要我拔刀的速度比别人快，就能抢占先机，一击毙命。切，我还以为你转了性要改过自新，原来还是头奸耍滑，吃不得半点苦。就你这练法，练100年都是白搭。甜甜，如果小叔哪天把这刀法练成了，你怎么说？你要是能练成，我天天给你倒洗脚水。乖侄女儿，到时候可千万别反悔啊！原主这破烂身子骨实在太废了，拼了老命拔了不到40次就不行了。照这进度，30万次得拔到猴年马月去，浇水的期限可不等人。拔刀次数加1。原来更不需要全拔出来，只要倒出手2次就算1次，这下可是省力了。陈贤侄，不好意思啊，被一些事情耽搁，让你久等了。令兄遭受不幸，实在令人惋惜呀。我原本打算过去探望，不想店里的事情一桩接一桩，实在走不开。等哪天忙完，我便带着家人过去祭奠。方掌柜有心了，我今日过来是为了如玉的婚事。陈家遭受不幸，我打算近日便和如玉完婚，做冲喜。陈贤侄的想法，我是赞同的。不过你要和如玉完婚，怎么也得等到令兄做妻之后啊。做妻之后，方掌柜恐怕又会找出其他理由，继续往后拖吧。现今我大哥不在了，照顾不到方家的生意，方掌柜不同意我和如玉的婚事，也算人之常情。但是就这么一直拖着，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陈贤侄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何时不同意了？方掌柜，话已挑明，你也就坦诚一些，把如玉请出来，我想听听他的意思。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，把话说清楚，解决问题。若是方掌柜还要搪塞，便是赖婚。我会去城衙告状。陈贤侄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方家可没有赖婚的意思啊。既然不想赖婚，婚期已经拖了半年，我们两家明日便将婚事给办了，如何？陈贤侄，你如今还在丧期啊，明日便大婚，恐怕不妥当啊。婚礼一切从简，在我大哥的灵前举行简朴的拜堂仪式，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，不为守孝之节。陈时安，我若是嫁入你们陈家，你拿不起锄头，挥不动猎刀，拉不开弓箭，拿什么养活我？方家看重大哥的师长身份，如今人走茶凉。如今大哥已去，你们果然不肯认亲了。能不能养得活，只有嫁了才知道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懒货，除了游手好闲，你还会什么？没了你大哥，你连你自己都养不活。这么说，方小姐已经决定要悔婚？嫁给你这么一个无用的赌夫，就等于跳进火坑。换作是谁，也不想往火坑里跳。如玉，不可胡说！哎呀，陈贤侄，小孩子脾气，你莫要当真。如玉不过是说气话，怎么会真要悔婚呢？城寨规矩，男方悔婚，聘礼不退。若女方悔婚，据说我的目的从来不是完婚，而是逼你们主动悔婚，拿回那12两银子，渡过难关。方掌柜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陈贤侄啊，如玉她从小被我惯坏了，说起话来只图个口快。既然方掌柜和方小姐都在，今日便把话挑明。这婚事拖了这么久，我已不想再拖。明日我就要和方小姐成婚。
若是你们方家不答应，我便把你们告上城衙，告你们赖婚，请城衙的大人们替我做主。如玉，你看你这孩子总由着性子说胡话，赶紧给陈贤师道歉啊！父亲，你自己都已经否了这门婚事，还在这里遮遮掩掩做什么？陈时安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货无赖！我方如玉即便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嫁给他。父亲，悔婚不过是打发他12两银子而已，区12两，和女儿的终身幸福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更何况我昨天已经通过了考核，马上就能进入风起武院学习，便有机会拜入城寨的入品武者门下，将来更是可能成为真正的入品武者。现在，即便是100个陈时安加起来，也根本配不上女儿。早点了断这门婚约，对女儿，对我们整个方家，都是最好的选择。风起武院，大封官方专门选拔武道苗子之地，院主第1关就被刷下，立于月红门。难怪他敢直接掀桌子。陈时安，你也不用去城衙告什么状了，你和如玉的这桩婚事就此作罢。我们方家要悔婚，依照城寨的规矩，我们方家赔你12两银子。方掌柜要退婚，早些说嘛，害我白跑这么多趟。没问题，我同意。方掌柜，赶紧将聘礼双倍还我，拿了钱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取银子。寒酸，简直是小家子气。陈时安，你就不要装了，心里有什么不满，就说出来吧。方小姐，咱俩的确不般配，解除婚约是最好的选择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撒谎！我能感受到你心中的愤怒。好吧，方小姐，如你所愿，我现在很生气，气得火冒三丈。此刻的镇定是我竭力伪装出来的。孤儿，你最好不要继续在我的伤口上撒盐，不然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我可不敢保证我会做出什么天理难容的事情来。把字签了，我把银子给你，我们两家的婚约便算正式解除，从此再无干戈。他明明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，怎会写出如却婚妇的字？如此有大家风范的字，一定是为了充门面，从小到大只练过这3个字罢了。方掌柜，字已签好，咱们两家的婚约就此解除。如玉啊，早点将婚约解除了也好。等你进入风起武院，那身边可都是咱们城寨之中的年轻俊彦，哪个不是人中龙凤？到时候你随便找一个，都比陈时安那个废物要强100倍、1000倍。父亲说得对，能进入风起武院的人，放眼整座城寨，100不足1。女儿能被武院录取，便是这世间的人中之凤，非人中之龙，配不上女儿。老板，您瞅瞅，这茶我连封口都没动过，你看能不能给退了？进，哪有买出去的东西还往回退的道理？去，别在这儿碍老子的事儿。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呀。老板，这茶完好无损，您再卖给别人也是一样啊。拿去，算我倒霉。
虽有退婚拿到的12两，但外债9两，马上就要到期了。不入聘，在这城寨连活下去都是难题。茶以后再喝，现在一个同伴也是命。嫂子，今晚我们加餐。小叔，肉是哪里来的？当然是买的呀。小叔可不行偷人东西，若是被发现，是要被赶出城寨的。嫂子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这肉是我在肉铺堂堂正正买的，正是晚间收摊的时候。肉虽然不太新鲜，但价格便宜。小叔，你今天赢钱了？小叔，咱家现在正缺银子，不应当浪费。肉已经买了，赶紧下锅做饭吧。甜甜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？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太亏着她。认识他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关心别人。莫不是今天撞树上撞坏脑袋了？母亲，你去买肉了吗？半年了，家里连点油星子都看不见。是你小叔买回来的。他买回来的？母亲，咱们可得防这些，小心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甜甜，可不行这么说你小叔。你没有发现吗？他今天和以往明显有些不一样。哼，他是什么性子，母亲比我更清楚。我敢打赌，等到晚间吃饭的时候，他的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。小叔，实在对不起，饭煮少了，要不多吃些菜吧。往日他连一碗都吃不完，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没事儿，我多喝点汤就是。成天游手好闲，吃多了也是浪费。哼，小叔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，甜甜还小，不会说话。丫头，赶紧给小叔道歉。傻！小叔的身体已经定型，吃的再多都不会长个儿。你就不同了，你正长身体呢，多吃点肉，快长高些。嫂子，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母亲，小叔这是怎么了？他真的转性了？我们千万不要被他的伎俩给迷惑，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思。他有银钱买肉，却不还我压岁钱，还是无耻无赖。我猜想他要赶我们走，硬的行不通，就打算施展阴谋诡计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母亲，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他，不能上了他的当。甜甜，不管陈时安是真心改过，还是在和我们演戏，你以后说话可得谨慎一些，莫要真把他给惹恼了。若是他真的把我们赶出了陈家，我们失去城寨居民的身份，我们娘俩马上就会没有活路。他凭什么赶我们出陈家？他是父亲捡回来的，本不是我们陈家的人，要赶也是我们赶他才对。丫头，这样的话你可不许再说，若是让别人听到，我们一家子都得被赶出城寨。家里没有男丁，就不能在城寨里挂上户籍，没有你小叔，我们陈家就得被气活。这样的话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在外面说。不光是不能在外面说，也一定不能让陈时安知道。发到东城太大，
告知，前世在边疆做个消音刀鞘，不过是新兵的手艺。法骨拔刀千次，居然还有这样的福利！哈哈哈！细碎法骨犹如剑锋打击，这世间武者都需倾家荡产求取昂贵丹药方能成事，那是因为他无缘细碎，而我只需拔刀，才刚刚开始。什么味道？臭鸡蛋。实在太臭了，得赶紧洗个澡。这半年我夜夜难眠，这动静难道是进了贼？大冬天的，居然洗冷水澡，不行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小叔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精力实在是太旺了。等过完7天之后，必须得赶紧把他的婚事给敲定，不然早晚得出大问题。力量，这才是活下去的底牌。母亲，你居然还觉得他变了？你看看，昨天还大言不惭说要开始练刀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睡大头觉。就他这种烂泥态度，即便让他练上100年，姑母也练不出个什么名堂。丫头，又在小叔背后嚼舌头呢。昨夜那么冷的天洗冷水澡，幸好没惹上热病。用不着在背后嚼舌根，我现在便当着你面说，你如此散漫，肯定练不成刀法。话不要说太早。哈哈哈哈！你就等着给小叔倒洗脚水吧。哈哈哈！嫂子，厨房里还有吃的没有？在灶头给你热着呢，我现在去拿。你忙你的，你自己拿。昨晚南瓜汤，早上南瓜粥，这是跟南瓜杠上了。嫂子，这样的重活交给我吧。用不着，你没干惯这些活计，搬不动的。你。洗萝卜的事情我就不管了，我现在得抓紧时间练刀。3天后，赵德胜必有刁难，银子只是诱饵，实力才是掀桌子的法宝。必须在这3天内疯狂洗髓，把实力拉满。小叔似乎真有些不一样呢。他昨天连我都拽不动，今天单手拎起100斤箩筐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不是要赶我们走？他到底在盘算什么阴谋？母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咱们赶紧把萝卜洗了，切好，趁着太阳大，多晒一会儿。险些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丫头，借你8文钱，双倍奉还，16文，再给你添上4文，一共20文。咱俩之间算是两清了。以后你若是还在背后诋毁小叔，
小叔铁定要打你屁股！母亲，小叔居然真的还钱了，而且还不止双倍，这些钱够我们买好几天的米了。唉，不正当赢的钱，最终还是得修出去。要在城寨里头活下去，怎么也得有个正经的营生。我猜的没错，每一次破千都是一次物理层面的脱胎换骨。效率越来越快，赵德胜，3日后的交易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嫂子，我出门一趟，3日之期已到，去会会赵德德。晚间回来吃饭吗？4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只在房中拔刀。这在以往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或许他真的变了。我若是没回来，你们就先吃，不用管我。小叔，程剑睡的事情，我想想办法。你不要再去赌了，你马上就要成家，总得有个正经的营生，得为将来做打算。这弱女子竟想一力扛下那9两程剑税。嫂子，我不去赌场，是有事情要去处理。曹营丹香，断指干脆，只有他一个人。陈时安，你竟敢一次次耍我，你是胆子肥了是吧？赵哥，事情出了些许变故，咱们之前的交易要取消了，我把定金退给你。呸！我赵德胜花出去的银子还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赵哥，这事错在我，多退赵哥1两银子，算作我赔罪道歉。陈时安，你觉得我缺你1两银子吗？我念及旧情，给你一个赚银子的机会，你却不懂得珍惜。哼！我把话撂在这里，你今天若是把苏晴柔母女送过来，我弄死你！你死了，你们陈家便没了后，苏晴柔和陈甜甜就会失去户籍，我仍旧有办法将他们弄到手。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哟，你还是有备而来呢！就你这么一个废物，挂把刀吓唬谁呢？想要跟我过招，得你那死鬼大哥从棺材里爬出来才差不多。赵德胜，你和我大哥好歹也算兄弟一场。你大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他也配做我的兄弟？若不是他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还生了一个好丫头，我会跟他勾肩搭背？你真是一个混球！找死！速度、力度，绝对是强者级别，前世必死。但7次血髓后，太慢了。借力借力，这点力道，有如挠痒痒。赵德胜，这里是城寨，你身为卫队队长，竟然对我的动手，我一定会去城衙告你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你以为今天还能活着离开？赵德胜，我出来见你，我嫂子是知道的。你敢杀我，城寨一定会查到你的头上，到时候你也别想活。你一个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在城寨之中，像你这种人，不比臭虫强多少。死了就死了，谁愿意花多少精力来调查？再说了，宰了你之后，我将你的尸首扔到外城，你的死自然就算到外城那些流民的头上。苏清柔的一面之词，不仅难不倒我，还得让自己背上一个诽谤的罪名。这个安排，你满不满意？你的这个安排真心不错，可以借用。你小子莫不是疯了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把苏晴柔和陈甜甜赶出陈家，我便饶你一命。姓赵的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狗屁玩意儿，还想打我嫂子的主意？你给她端洗脸水都不够格，你在找死！你会用刀？怎么可能？我大哥半年前的那场意外，是不是你捣的鬼？想不到我竟是看走了眼，陈世安居然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主。不错，你大哥之所以出现意外，是因为他不识好歹。既然你已经承认，现在便可以上路了。陈世安，你敢杀我吗？你可知道你杀了我会惹上谁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不过是一个马前卒，你即便隐藏的再深又如何？惹上这位大人物，你必死无疑。别白费心机了，准备领死吧。慢着，陈世安，你莫要自误，我可是在替王大人犯事儿。陈甜甜是王大人点名要的人，你保不住。哪个王大人？我们风起城寨还有哪个王大人？自然是王天野王大人。王天野成为总督，入品武者。传闻这位有不良嗜好，若真被他盯上，你刚才说王大人点名要陈甜甜，自然，王大人能看上陈甜甜是他的福气。你大哥却是不识抬举，便只能去阴曹地府报道。若不是王大人有命，要用温和的法子，不然我才懒得和你磨蹭，直接将他绑了交差。若王天红真盯上了甜甜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入品武者要碾死我，易如反掌。陈世安，识相的，赶紧把我的胳膊接上，再给我赔礼道歉，这事儿便算结过。赵哥，您早说嘛！如果早知道您是受了王大人的命令，我即便再舍不得苏晴梅，也绝对不会有半句废话，肯定立马就将他们亲手送到您的手上。赵哥，你稍后送陈甜甜去王大人府上的时候，能不能带上我，好让我在王大人的面前露个脸？你是什么身份，还想见王大人？连我想见王大人一面，都得托请许多的关系。你方才不是说王大人点名要陈甜甜吗？我们把她送过去，还见不到王大人。被王大人点名的厨儿多了去，又不止陈甜甜一个，指不定王大人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么说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王大人并不知情。王大人乃是城寨都统，是城寨的护卫者，何等身份，如何会关注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？你也不用失望，
我们只要把陈甜甜送去都统府，肯定少不了赏赐。至于苏晴柔，自然能让你分一杯羹。吓老子一跳，原来是扯虎皮做大旗，这下便好办了。买我嫂子的命，就这点钱，将6两银子，连1分都没多出，也是穷鬼一个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王天东不知情，但尸体却能留在这儿。陈卫营死人是天大的事，若有人知道他觊觎嫂子，必定顺藤摸瓜查到陈家，在城寨杀师长。一旦暴露，我必死无疑。不仅是我，嫂子和甜甜也活不成，必须把尸体运走。荒墟百座城寨，皆有这等如炼狱般的外城。这里是无法之地，无论流民罪犯，皆可藏身。内城老爷见外城，不过是拿流民当抵御妖兽的肉盾缓冲。人命如草芥，死个人比死条狗还微不足道。把赵德胜的尸体丢在这里，就是泥牛入海，神仙也查不出。打开，走！几道死官严查走私，要把一具尸体运出去，只能借壳生蛋了。这些破玩意儿真能赚钱？这些干稻草在我们城寨的确不值1文，但拿到外城，绝对是人人争抢的好宝贝。你把我当傻子呢？哼！别跟我说什么物以稀为贵之类鬼话，我可是去过外城，外城也有人在种水稻，不缺这玩意儿。外城的确有人种水稻，但是他们今年可没有留下半根干稻草。妖兽几个月前袭击外城的消息，你也听说了吧？来了几只会喷火的，把外城那些快要成熟的稻田给烧了个干净。即便这样，这些破玩意儿能卖几个铜板？别说卖多少钱了，你能不能把它们卖出去都成问题。如果放在往年，我还真不敢打包票，但今年我们只要把这些稻草运去外城，绝对畅销。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今年特别冷吗？这才刚刚1-9天，河里边有结冰的迹象，你不觉得冷很正常。但外城的人可没你这本钱，不抗苏。今年天冷，不说外城，就说城寨里头，能添置得起棉被的也没多少人家。外城草木稀疏，土地贫瘠，干稻草绝对是上佳的保暖物品。稻草虽然比不得棉被，但垫在床底下很能暖身子。陈世安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还真没看出来，你的脑瓜子居然这么灵。你跟我说说，咱们跑这一趟能赚多少？收购这些稻草花了400文，算上装车运输，一共差不多2两银子的成本。翻个10倍卖出去，我们也能赚2两银子。翻10倍？陈山，你的心比乌鸦还黑呢！你确定能翻10倍卖出去？铁定是供不应求。外城那么多人，如果不是本钱不够，我肯定会收购更多的干稻草。这买卖如果如此好做，别人早抢着干了，轮得到你我？这个买卖是小本经营，城寨里头的大人物们根本看不上，也拉不下身段。寻常人来做，赚的银子都不够打发城寨和外城之间的几道关卡。还真是这个理。还有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就别磨蹭了，咱们得趁着天黑之前把稻草运到外城。天黑之后，外城可不太平，车夫还得加钱。连茶都懒得看。韩大少爷刷脸，没人敢动这些破草。放行。你先带大部队走，我装好就追上来。我出5文，谢谢，我要1颗。兄弟，尸体已清，这3两银子全当封口费了。
寒山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。若是让别人知道，指不定就有人有样学样。我这2天想办法再去筹些银子，到时候我们在城寨多收购一些稻草，把买卖做大。兄弟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么好的发财路子，我怎么可能对外人说？天快黑了，咱们赶紧回城寨吧。嘿嘿，再晚些时候就是外城最狂野热闹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咱们兜里又有银子，不去潇洒一番，能甘心？外城里头的女人放得开，价钱还不贵，比城寨合算多了。哎，我倒是想呢，但我今天在城门口露了脸，若是回去晚了，准得被我爹收拾。你自己去玩吧，我先回去了。真不去？不去了，你自己小心些。晚间的时候，外城可是很不太平。尸体虽处理干净，但危机远未解除。大哥之死，王天业对甜甜的觊觎，入品武者如同悬在头顶的铡刀，30万次拔刀，不入品，这家人迟早是个死。光靠这20两坐吃山空，得寻个长久的营生。他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高大健壮？嫂子，你醒了？小叔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这是你大哥成为使长的时候，程卫营给他的赏赐。他生前宝贝的紧，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。如今你也开始练刀，应该能用得上。最低阶的军阵招式，无原力要求，大开大合，正适合我现在的纯肉体力量。好险，周德胜也有这功法。昨日若非我疯狂示弱，让他彻底轻敌，凭蛮力鹿死谁手于未可知。多谢嫂子。小叔，有件事情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。嫂子，天凉了，不要坐石凳子，对身体不好。若是早些这般懂事，大哥在时，这日子该有多好。嫂子，你要和我商量什么？小叔，明天城寨就要过来收城建税，你也知道，你大哥死之前，家里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。6两银子的城建税，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。嫂子，银子的事情，这玉的成色绝非凡品。这块玉佩是我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父亲花费重金买了上好的玉料，请圣武皇朝王城里有名的玉匠雕刻的。我打小就戴在身上，一直到现在。小叔，你把它拿去卖了，再怎么贱卖也能换上10两银子，交城建税肯定没有问题。剩下的银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赌，得去找一门维持生计的营生，不然我们一家在城寨就没有活路了。这是他最后的尊严。嫂子，他对你很重要，你把他收好。城镇税的事情，生计的事情，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他居然没要，他以往可是连1文钱都要抢的烂赌鬼啊！小叔，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你放心，银子很干净，也不是赢来的。交完城建税，剩下的银子，你给自己还有甜甜置办几套衣裳，家里缺的东西都置办上。以后需要花银子的地方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来想办法。小叔，剩下的银子你收好，你马上就要和方家小姐成婚，以后需要花银子的地方会有很多。这世间竟有如此善良凄苦的女子。嫂子，我和方家的婚约已经解除了。什么？你解除了婚约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有几天了。为什么？方家在城寨里头经营着一家大布店，家底殷实。你和方家小姐成亲，方家肯定会帮衬你们一把，你们以后的生活也能轻松一些。嫂子，你应该也知道，方家之所以和我们陈家结亲，不过是因为大哥能照顾到他们家的生意。如今大哥不在了，他们如何还会认这门亲？婚期一拖再拖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的银子是从方家退回来的，没了方家帮衬，你更需要银子自谋生路。这些银子你自己收好，不要乱花。嫂子，你就别推迟了。我说过，家里的生计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在，饿不着你们。我操，孟朗了，
前世当兵痞惯了。嫂子，甜甜已经10岁，不能总待在家里，得送去私塾读书识字。在荒墟里头，孩子要出人头地，读书根本没有出路，特别是女孩子。我闲暇教她认些字，便已经够了，不用浪费银钱去读私塾。不管在哪里生活，能读书识字总不会错。万一哪天我们能离开荒墟呢？小叔，你就不要开玩笑了。我们身在荒墟就是罪人，这个身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。除了荒墟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事在人为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读1年私塾需得花1两银子，还不算买纸笔、书本等等费用。这笔开销太大，读了又没有多大的作用，事情就搁置了下来。如果不是原主是个烂赌鬼，甜甜早就上学了。造孽！嫂子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你这几天就送甜甜去私塾，银子的问题我会想办法。嫂子，你一定得提醒甜甜，以后尽量少去城寨的东街，最好是不要去。住在东街的人都是城寨里头的头面人物，非富即贵。甜甜年纪还小，万一去东街和人有了冲突，就会有大麻烦。王天野，你若敢伸手，我剁了你！知道了。